曾点，你又如何呢？我想的和他们不一样。没关系，各言其志嘛。说说看。在一个暮春的日子，换上春衣，约上朋友几个人，童子几个人，一起到沂河里去游泳，在舞鱼台上吹风，然后唱着歌归来。曾点的志向和我一样啊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，来，快点啊！都搬过来，这边，小心，小心啊！来，来，搭把手，来，你看，快点啊！小心点啊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流水脚下啊！都放回去！哎，这怎么办？站在你们面前的是姬孙大人，没看见吗？都给我放回去！看到又能怎么样？这是杨大人吩咐我们干的。哪一个杨大人？杨虎杨大人，他不叫杨虎，叫杨霍，是霍。他是这府上的大人，我们只听他的。姬孙大人，请息怒。看来这些下人都是新来的。我们都来这10几天了，就从来没听说过这府上还有什么别的大人。你放肆！谁敢这么说？谁？无法无天了你们！胆敢对季孙大人如此无礼！刚才是谁说的？杨大人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杨大人，把他的舌头割了！诺！杨大人，杨大人，小的不敢了。杨大人，杨大人啊！你们给我听着，季孙大人是我的主子，更是你们的主子。从今往后，谁敢对季孙大人不敬，就是对我杨虎的不敬。这就是你们的下场。大人，为了给您压惊，我杨虎已经备好了酒宴，请入席。哎，大人，大人怎么了？大人，大人身体不适，请改日啊！来人，扶大人入席啊！哎，来，不，快！哎，不能这样！哎，大人，这。公山兄，你来的正好，我现在只有靠你了。梁大人有事吗？杨虎不，杨霍，他反了，他刚刚绑架了季孙大人，我正想去孟府搬援兵呢，你随我一道去吧。把他拿下。什么？公山兄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请用，这可是我杨虎的心意呀。这是一道珍稀菜肴，请大人享用。味道如何呀？好，给大人再上一份。诺。不用了，我够了。哎，大人，别客气了，我杨虎的一切都是大人您给的。我真的不用了。季大人，请。我不能。
大人我不胜酒力。季孙大人，请。请。请。杨虎有一事要求季孙大人。杨虎想和大人歃血为盟，结为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大人怎么样了？好啊！这么说，大人同意了？你我既然是兄弟，那就应该不分彼此。今后这季府既是你的，也是我的。所有事情，咱们就商量着办了，是不是？是。大人，请。帮帮大人。诺。哎，不要！我们讲人，君子与小人在对待人的态度上如何区别呢？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刑，小人怀惠。君子心中有道德，他的一切行为都有道德准则，违反道德的事情不做；而小人的心中有土地，有财富，有利益。君子心里有律法，遵纪守法，不做违法之事。小人心里只惦记着好处，有好处就做，违法乱纪也不在乎。先生，您讲的仁义之道，听起来易懂，但实际上经常不是这样分明。君子怀德，怀刑，可是也不见得就不怀土、怀惠。比如生意人，不追逐利益，没有好处是不做的。可是，这能说生意人就不是君子吗？颜回啊，你来给他解释。君子的利益在道德和律法之下，而小人的利益在道德和律法之上。那些唯利是图、不顾道德和律法的人，便是小人。先生，我觉得颜回说的对，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我却理解子贡的意思。子贡的意思是说啊，其实君子和小人在每个人的心里并非黑白分明的。比如说，有的人此时怀德怀刑，彼时怀土怀惠。还比如说，有的人不违反道德，也不违反律法，却获得了很大的利益。像这种人，宰我跑题了。你说的这种人，应由律法认定他犯没犯罪，
要是犯罪了呀，还得进大牢呢。先生说的是仁义之道，你呀没有明白。行了行了，都别争了，先听先生的好不好？先生，别理他们，您接着讲。放于利而行，多怨。一个人只图利，与人相交只考虑利害，这样做就不会有好的结果，只会以怨恨结束。这事对王室来说未见得是坏事，可是对鲁国来说绝不是好事，说不定又会引起天下大乱。这是季府，或者说是三桓自家的事。季孙大人承袭正卿，大司徒，倘若政权军权在他手里，他可以反制杨虎；倘若在杨虎手里，就看他下一步怎么走。惹怒了孟府、舒府，他们自己就解决了。可是孟叔两府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！怎么动？出事得有名啊！人家季孙大人与下臣自愿歃血为盟，与别人何干啊？除非季孙自己求援，或者是杨虎叛乱。大人，请过目。让下人小心拿好。诺。大人，我们去拜访谁呀？孔丘。大人，我们干嘛要去拜访他呀？我跟你说的那个给季府喂马的教书人，就是他。哦，我记得他，就是那个想用教书改变世道人心的人。得人深易，得人心难。现在在鲁国，是季府说了算。季府呢，是我杨虎说了算。但是人心呢，我不知道了。而那孔丘，布衣一个，无官无职。可是他却凭着3寸不烂之舌，却拒屠1000人于门下，远播声名于天下，连别国的国君都畏惧他的嘴巴。一个孔丘能抵千军万马呀！先生，先生，杨虎来了，非要拜见你，手里还拎着东西。他来干什么？就说我不在。好，就说您不在。哥哥，杨霍去拜访了先生，还带了礼物。拜访先生，不过先生没有见他。这就对了。先生怎么会见他呢？君子是不会见小人的，而小人上赶着见君子，这倒说明了小人的心计。说不定他是请先生出仕的。这就说明他的野心不限于季府，而是鲁国。他想借先生声誉来消除自己的恶名，这倒不失为一条捷径。哥哥，有什么话需要我带给先生吗？不必，君子不会做违礼之事。
只需静观。先生不是说过，君子和而不同吗？依我说，有人请你出仕，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。先生可先应下来，然后再坚持自己的思想主张。我是说过，君子和而不同，那得看跟谁。跟那个杨虎和就是错误，还谈得到同不同吗？既是建公事，陪臣执国政，你还嫌鲁国乱得不够吗？可是鲁国就是陪臣执政啊，先生要想出仕，还就得杨虎说了算。现在是他来请您呢，我宁愿老死也不做这个官。你呀，就是太聪明了，总是算计买卖赔赚得失，说了半天也没说到点儿上。我也是为您好，你这是在害我。鲁国无道，皆因违礼，违乱之事也可以做吗？回去睡觉吧，只要你睡得着。怎么还没睡啊？子贡，你回来了。睡不睡和你什么关系啊？你管的事儿太多了吧？这里不是魏国，也没有生意人。先生的事儿，让先生自己管。你怎么不说话？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？你看着我什么意思啊？有的人啊，只能听懂说出声的话。子贡啊，别浪费表情了。你别煽风点火。子路哥，你就放过子贡吧，连先生都说可以和他谈诗呢。哼，我就是看不惯有的人自以为比别人强，什么事都乱管。你是看不惯他总跟在先生后面，还给先生买东西吧？啊？你，一群小人！子贡，来，坐下吧。啊，看看我写的字。子路说话冲，你别在意。不过有一点他是对的。你是指先生自有先生的道理，不能拿常理来判断。你跟他越久，你就会越来越明白了。实在对不起，我家先生还是不在。没关系，先生忙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我是来给他送礼盒的。
真不在。他只是告诉我，他孔丘在家，但是他瞧不起我，不想见我。岂有此理！我去教训他。哎，何必呢？我相信，不出3日，不用我们上门，他自己就会来找我的。先生，先生，我给他轰走了，他留下了这个。乳猪。哼，这个孔丘，他故意用弹琴来羞辱我，但他不能无视我留下的那只烤乳猪。礼尚往来是他做事的准则，我既有礼，他绝不能无礼。即使他不想见我，他也不得不给我还礼。先生，先生，他们已经离开季府了，我去套车吧。啊，快去！好，好。慢点。站住！请问是找杨大人的吗？是。哦，这是我们家孔丘先生，是专门来还礼的。这我不能收，这礼要府上杨大人亲自收。你们等着，我去通报一声。来，你们家杨大人在不在？其实我们杨大人今天早上乘车出去了，他知道啊。哎，这样吧，你就替杨大人收着，我们家先生还有事。来，拿着。先生。停下。不想在这里遇见了先生，不想在这里遇见大人了。我有几句话想和先生说。请讲。君子是不是要讲仁讲智呢？是的，为人求智，君子之志也。一个人怀经国济世之才，却做事邦国糜乱，可谓人乎？不可吧。一个人想有所作为，却屡失机遇，可谓智乎？不可吧。这些话说出来，既是明我之志，也是与你共勉。日月适宜，时不我待啊！
是啊，如果有机会，我孔丘该出使从政，会做一些事情。孔丘有事不便多谈，告辞了。另外，孔丘已备礼物一份，放在府上，请笑纳。明白了，多谢。老板，来份报纸。哎，好的。I think we're right here. Thank you. Have a seat, please. 请坐。麦迪逊先生，您是否能向我们介绍一下西方世界眼中的孔子是个什么样子的？我们眼中的孔子是古老中国的代表，是东方智慧的象征。自从1593年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首次将《论语》翻译为拉丁文，寄回本国之后，400多年来，孔子逐渐被全世界所了解。和富于逻辑思辨的印度哲学不一样的，他的学说，多为公演式。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对道德原理的把握，对人生智慧的感悟。许多思想家对他的评价也非常的高。亚斯贝斯基甚至把他和苏格拉底、佛斗、耶稣比称，说他们是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，也就是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800年这段时间，同时出现的4大圣人，因为他们共同提出了哲学的本质问题，奠定了人类精神的基础。但是，我认为，孔子是一个智慧、仁慈、平和的老人，他的仁爱思想能够被世人广为接受。这篇署名端木的文章谈孔子的教育，是我认识的那个端木写的吗？但说实话，这篇文章触动了我。我是不是对他太苛刻了，有偏见呢？精神文明的遗产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说明了一个道理：善良、宽容、为他人着想，是跨越一切种族的共同道德准绳。总管大人，有急事，请坐。请。大人请。大战在即，这是我请出征将领的酒。大人，我说过，和我杨虎一起喝酒的人不多，你算一个。来。有句话呀，不知我跟你说过没有？人分2种，拉车的，坐车的。有人说生来如此，我说不，我杨虎不是拉车的。你也不是。
谢总管大人赏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观察你。经过几件事之后，我觉得你是个可用之才。想不想和我干一番大事业？下臣愿为大人赴汤蹈火。明天是季孙家族的忌日，季孙大人应前往家庙祭祀，趁此下手，正是时机。大人是要刺杀季孙大人？这事由你去办，必须万无一失。遵命。不过有个问题，不知当问不当问。说吧。杀了之后怎么办？万一……我早就想好了，其他的事你别管。诺。近来那个杨虎与三环家族的一些子弟和家臣过往频繁，似有欲谋反的嫌疑。你是怎么得到消息的？臣的府上有个下人，与叔府的2个家臣是同乡。他说近日他们随叔府的叔孙哲常去继府，还见过继府的继物杨虎和叔孙哲3人多次密谋，细节不得而知。哎呀，不必知道细节，就那俩小公子哥能成事儿？一有风吹草动，早就没影儿了。季孙大人，进来。季孙大人，杨大人让我告诉您，明天大人的家族祭祖之事已经安排好了，按老规矩，正午时分开始。非去不可吗？我近来有些不太舒服，真的我头有些疼，对，头疼。恐怕不行。继父的规矩是列祖列宗代代传承下来的。列祖列宗，你说的对，列祖列宗正看着我呢。大人，大人，啊，梁仲怀的尸体，我已经派人送他回老家，妥善安葬了。
恭迎季孙大人，请。这里是家庙，不用进去了。请。哎呦，哦，怎么了，大人？我肚子疼，我要上茅厕。公山弗扰，误我！大人，季孙大人来了。何继兄，何继兄，救救我，救救我呀！别急，告诉我怎么回事。杨虎，他要杀我！大人，不好了！那杨虎的手下公山弗扰带兵追过来了。岂有此理！速去书府通报叔孙大人，马上命令王李二位将军火速增援。诺。开讲。你先扶季孙兄去休息。哥，能行吗？那杨虎的兵，我倒要看看，一个小小的看门狗，能掀起多大浪！我就不信，我仲孙何忌还收拾不了他。不仁者不可以久处贫困，不可以长久乐道。仁者安人，智者利人。先生，又打起来了！赶紧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杨虎反了，他想在季父家庙里杀了季孙大人，季孙大人死里逃生，逃到了孟府，杨虎就动兵了。叶回啊，我刚才讲到哪儿了？先生，刚才讲到杨虎动兵了，杀向孟府。先生不是问你这事儿，是问讲学的内容。啊？颜回，子路落了课，你给他补上吧。是。先生别走，先生你看，颜回快，子路，子路，你过来。不是，你看都坐在这里。
先生说，一个没有仁爱之心的人，是不可能长久安于贫困的。都打起来了，能安心？他也不可能长久乐于弘道。仁者安心于仁。子路，你好好看看这里。好，我安心。智者利人。还没攻下来，你马上传令，5号将军，天黑前杀进都城，攻下孟府。诺。马上就要到了。叔孙大人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。叔孙大人的兵一到，我们将会两面受敌。我们逃吧。不，抓杨虎。抓杨虎？不反戈，我们谁也活不了。走！去看看。上！走！季孙大人到！恭迎大人回府。杨活呢？正在搜查。搜！里里外外、仔仔细细的给我搜。诺。你跪下。你知道和杨虎犯上作乱，该受什么处置吗？大人，公山弗扰冤枉啊！在家庙不是你要杀我吗？是杨霍叫我干的，可是我并没有那么做。如果我真想干，大人一进庙门，我早就动手了。还有，大人要求去茅厕，我并没有阻拦。狡辩！难道你预先知道茅厕有后门吗？对，我早就知道茅厕有后门。布置伏兵时，我巡视过，早就发现那里有个小门。杨霍叫我把门堵上，但是我没有照办。这么说，倒是你放我走的了。公山不敢贪天之功，是上天庇佑大人，给了公山一个为大人效劳的机会。你不过是一个下臣，平日里我对你无恩无赏，你凭什么救我？公山是下臣，位卑言轻，但心里对季孙大人无比崇敬。大人是鲁军宗亲，贵为3公之司徒，从不打骂下人。哼，倒是那杨霍，为非作歹，欺压弱小，小人早就耿耿于怀，欲将他除之而后快，也为大人出口恶气啊！哼，难道大人还不相信我？谎言，全都是谎言！我公山弗扰
对大人一片诚心。若得不到大人的谅解，死后也要落个奸佞小人的骂名，倒不如……大人，我愿意为大人尽忠。只要大人让我死，我绝不贪生。大人，你一言九鼎，请大人赐我尽忠，这是小人的福分。哥哥回来了。嗯。哥哥，听说杨虎跑了。嗯，那可后患无穷啊！真正的后患应该不再是杨虎，是另一个人。另一个人？谁？那个家臣攻山弗扰，奸诈多变，比杨虎更甚。子路，来，外面情况怎么样？杨虎确实被打跑了。冀叔梁府处置了几个家臣，以后再也不能治国命了。哎，好，这消息先生知道吗？先生知道，先生知道。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我看见有一大片五彩的云彩落在了我的屋顶上。醒来后，我想，这可是个好梦啊。今天清早，我听说杨虎兵败，逃到齐国了。杨虎之乱后，三桓震恐，我想，鲁国的前途有了重新选择的机会了。也许吧。先生很多年前教我的那首乐曲，我想，我能够弹好了。
我看见周文王了。他独自站在荒原上，个子高高的，皮肤黝黑，容貌奇俊，仪态威严，正凝神远眺，望着茫茫四方，像一个国王巡视自己的疆域。我一直怀疑，此曲就是失传已久的文王操啊！问遍秦师，无人知晓。你的话，让老夫适宜了。请。好，请，请。此次杨虎作乱，全靠二位大人相助，这是我的一点谢意，请二位大人过目。司徒大人太客气了，下去吧。三桓本是手足，血浓于水，彼此帮护是天经地义之事。只是大人继位正卿，亲政之日在即，我倒有个建议。不知大人是否肯听啊？请讲。杨虎之乱平定，这不仅是季府的幸事，也是鲁国的幸事。正好后天是祭祀谷神、庆祝丰年的节庆之日，大人不妨把这两个喜庆之事连起来，亲自到鲁宫中把鲁军请出，热热闹闹到郊外举行个仪式，以示大人祈求国家祥和、人民平安之心愿，如何？好倒是好，但是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要在季府家庙告慰祖上，祈求祖上保佑我执政顺利。如果鲁军在宫中寂寞无事的话，不妨把他请到我季府家庙中一同祭奠。这样似乎不妥吧？我看这样，仪式就别搞了。季孙大人呐，自去家庙祭祀；孟孙大人去陪主公到郊外散散心，岂不是一举两得吗？喂，你好。端木在吗？端木他不在，你哪位啊？我是他朋友的朋友。啊？朋友的朋友？他去哪儿了？他去祖庙了。对孔子和他的弟子们，后代有很多种祭祀方法。最为繁复的有4圣12配，中间孔子，两边4个2等圣人：亚圣孟子、副圣颜回、宗圣曾子、庶圣子思。12配是12哲人：闵损、冉庚、子贡、子路、子夏、有若、仲弓、宰我、冉求、子游、子张、朱熹。当然，这里面有些人已经不是孔子的学生了。另外，最精炼的是《尚书大传》《殷传》中的孔子四友之说，他们是孔子最为亲密的4个弟子，这就是子路、颜回、子贡，以及并未进入孔门10哲的子张。这位女士，我想问一下，他们在求什么呢？求孔夫子保佑，考试拿高分，得状元。
每年快到高考、中考的时候，家长小孩真是络绎不绝呀。灵吗？灵，当然灵了。看那树上，全都是许愿还愿的。不灵，会有这么多人信啊？哈，小朋友，啊，我家小孩也快上学了，能拜一拜吗？当然可以了。我们这儿有风俗，孩子该识字了，就拜孔夫子为老师，名为开笔礼。孔夫子可是好老师啊，他有3000弟子，个个出类拔萃。给他烧一炷香，让他老先生的在天之灵保佑这个小朋友，保佑他人品端正，学习进步。好，开笔礼，我们呢也来认孔子当老师。好好好。来拿着走。这个是什么呀？哎，你也知道孔子有3000弟子？嘿，我们的老祖宗当然知道啦。谢谢啊。啊，好。想不到几千年后，孔子老先生还成了保佑孩子们学业有成、考试连连高升的真神。先生，师母让我把饭送来。这菜丝终于切得细一些了，颜色搭配也还合适。你和我一起吃吧。啊，先生，弟子已经吃过了。啊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休息？白天，先生讲的内容有一句我没有记住，想再请教一下先生。啊，不过，不能因为补课而耽误先生吃饭，我先出去等。哎，不必，我喜欢好学的学生。坐。可是先生说过，食不语。我们现在是语不食，请讲。先生讲，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。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后面没有记住。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有道又该怎么解释呢？道，指学问、修养、德行，古人的书里都有。啊，明白了。先生是说，真正的君子不重视饮食，不考究居士，而对应该做的事情却要勤勉，讲话要谨慎，接近有道德的人，以达到端正自己的愿望，这样就可以称之为好学了。对。我要把这2句记上。啊，颜回，后天是立秋后第3个戊日，是答谢谷神，祈求来年丰收的祭谷之日。祭品这上面都有记载。明天你告诉子贡，让他早做准备。哥哥，我有一个想法。你说。杨虎跑了，季孙兄又年轻无能，鲁军手上无权，手下也缺乏能臣，鲁国前途堪忧。我倒觉得，咱们不妨向鲁公推荐先生。这个我想了。先生一向有志治国，这倒是个机会。如果先生能有成就，对季府这么多年的专权也是个制约。可是什么？难道哥哥自己有心当正卿？论才干，我自然不服输。但我3环之中还有个叔孙老伯在，我何必惹火烧身？鲁国正卿之位，已经有4代在季孙手中。眼下这位小弟虽说无能，但其位得自祖辈。为鲁国计，为我孟孙家族计，维持原状，为上策。与其由争强好胜的叔孙老伯当政，不如由无能懦弱的季孙老弟执政。
我们把先生推上去。其一，可以避免权力之争，落下三环家族内讧恶名；其二，可以帮助先生实现施政抱负，博得成人之美，成就王道大业的美名。想不到哥哥如此深谋远虑。这白天，公山扶扰，跟下人采购、押车，什么都干。夜里呢，他巡视马厩，粮仓、仓库，还有大门防卫，从未间断。清早呢，还跟下人打扫庭院。这些都是他该做的吗？当然不是啊。过去他好歹也是个管事的家臣。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大概是要身体力行，显示对大人的忠诚吧。忠诚。对一个忠臣，我该奖赏些什么呢？况且人家不仅仅是忠臣，还是个功臣。让他回毕邑继续做督宰，但不许离开毕邑。大人不想把他留在府里？再赏他些牛羊牲畜，去吧。诺，我去叫他。不，我不见他。那双眼睛总让我想起洋货。你差人去通知叔府、孟府，还有所有的大臣。明天是我临朝执政的第一天，让他们到这儿来议事。诺。天在上，地在下，星辰运转，寒暑交替。春夏秋冬，万物生息，体现了自然的和谐与仁爱。仁爱寄于乐，仁义献于礼。我们聚集在这里，以祭礼表达感激之情。一拜昊天，降我甘霖，滋润万物。二拜大地，厚德浩荡，孕育生灵。这人是谁啊？三拜星月，光耀苍穹。这就是我常向您说起的孔丘。四拜古神，养我百姓，繁衍无际。现今鲁国，像他这样既懂得礼，又有威望和德行的人，是寥寥可数了。啊！现在，杨虎跑了，季孙大人惊魂未定，举国上下人心思变。望陛下利用这个机会，启用新人，重兴王室，重振纲纪。感谢司空大人的肺腑之言，还望司空大人鼎力相助。只是不知从何着手啊！人为纲，事为目，纲举而目张。为主公绩，应该启用贤臣。臣就知道有这样一个人，可堪重用。谁？就是主公刚才看到的那个人，孔丘。
带上来，带上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5号将军，知罪吗？季孙大人，我是被杨霍蒙蔽的，他令我前来救主，我理当发兵。更何况我的军队还没进城，叛乱就已经平息了。他让你发兵，你就发兵，你到底该听谁的令？听大人的。可是大人与杨虎歃血为盟，已成兄弟，听谁的不一样？胡说！奴才反客为主，你专听那奴才的，分明是同谋。拉下去斩！季孙大人，我是冤枉的！季孙大人，我是冤枉的！慢！司徒大人，5号将军不能杀，他曾为鲁国疆土流过血、立过功，怎么能说杀就杀呢？他参与叛乱，罪大当诛。即使该杀，也该查清犯罪事实，列出罪名，让罪犯伏法，让世人心服。否则就是滥杀无辜。诛杀令已下，还等什么？季孙大人，我是冤枉的！季孙大人，季孙大人，我是……本来下一个就该问你的罪，你倒自己跳出来。据查，你与杨霍有勾结。怎么会？我会与他？你来没来过府上与他密谋？来过府上，密谋没有。他打着司徒大人的名义说是议事，我来到府上并没有见到司徒大人，只有杨霍自己，就告辞回府了。我堂堂鲁国大夫，怎会与他为伍？只有你们俩，密谋什么，你自己清楚。大人，你这是血口喷人！放肆！来人！慢！让我把话说完。既然欲加之罪难免一死，我也无所顾忌了。如果我的死能换来鲁国的太平，臣愿肝脑涂地。只怕是杀戒一开，众臣人人自危。司徒大人独揽大权，更会草菅人命。谁能保他不会效仿先父故事，取鲁军于齐，致亡命7年的鲁军客死他乡？你也是叛臣，斩！你目中无君无臣，鲁国又将血流成河，天下大乱。且慢，大司徒，息怒，罪大恶极才当庭问斩，这个是令尊大人定的规矩，不如先收监，经查死罪确凿，再问斩也不迟。司空大人，难道你是来庇护他的吗？不，只是建议司徒大人慎行杀伐，千万不可落下暴政恶名，否则后患无穷啊！哼！想季孙氏先祖季文子大人的品行政绩，令国君众臣天下感叹。如遇今日之事，定会三思而后行啊！哼，不用三思，2遍就够了。先生，遇到事你好好想想不就完了吗？干嘛还2遍3遍啊？思考1遍是区分，比如好、坏、对、错；思考2遍即确定。区分且确定了的事情，有什么必要再思考呢？如果再思考第3遍，那就是犹豫，犹豫而不决，就过于谨小慎微了。先生，三思而后行是说季文子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吗？是的，我查过史书，上面说他是季氏担任正卿的第1代，陪伴过3代国君，办事谨慎，政绩斐然。他去世时，无衣帛之妾，无实属之马，无藏金玉，无重器备。如此清廉而可敬的君子，当下少见了。即便是他的子孙，也与他相去甚远。先生是指他的后代季武子和季平子吗？还有谁呢？身为下臣，竟然将一国之君逼得客死他乡，死后竟然不许其有一席之地，如此肆无忌惮之事，还有谁能做得出来？先生，学生以为季文子虽是3军，
但是他没有后来季武子和季平子的权利，故小心谨慎，三思行事。而当今季孙大人则大权独揽，虽然肆无忌惮，但是没有人奈何得了他呀。有。谁？你。学生拜见先生。拜见师兄。我讲完了吗？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我曾经说过，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颜回，你记得吗？是的，记得。先生还对我们讲过古代分封的禄位，离开原定的公事已经5世了，政权旁落到大夫手里已经4代了。子路，记得最后一句吗？先生，我记住意思了，好像是说现在的三桓子孙情况不太好，就像季孙、叔孙和眼前的孟孙大人要出事了。仲孙越，我曾经托你带话给你哥哥孟孙大人，你似乎没有转述啊。转了，先生说还政于君，天下正道。转了，先生。孔丘无礼了。先生，先生，走了。子路，来。干什么呀？来，你看，这是给先生的。先生，孟孙家兄弟回了，他留了个大箱子。来，让先生看看。退回去。这先生退回去，也该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对，看看。还不错嘛。哎，这些都是宫廷里面专用的，齐国临淄地方专卖的。我要这些东西做什么？先生，孟孙大人说了，让您啊用这些布匹做几件像样的衣服。他说先生很快就能用。哎，先生，这不是朝服吗？是啊，这是鲁国宫廷上朝用的。他给先生朝服干什么呀？先生，我想他是让您照这样子做。您要穿朝服了。子路，他怎么说的？他就是说这些东西很快用得着了。真是无礼了，子贡，备礼。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备车！鲁公急召先生进宫，快！快！走！哎，冠！啊！来，快点！看把你急的！子路，先生马上好。
快点！去。去。来来，快快！先生，有没有一言可以兴邦的？没有，有一言也许相近吧，叫做“为君难，为臣不易”。知道为君难，不就是一言兴邦吗？那么，有没有一言可以丧邦的？也没有。不过，有一言也许相近吧？叫做“为君之乐，为其言而莫与为也”。是说君王之乐，在于君王之言无人违抗。如此，若是君王之言善，固然好；但若是君王之言不善，还无人敢违抗，便是国家的灾难了。君是臣，臣是君，何如啊？君是臣以礼，臣是君以忠。好，寡人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寡人最喜欢贤臣良士，最痛恨乱臣贼子。献君招功，莫于齐，尸骨运回鲁国，但不许葬于鲁侯墓地。后来还是寡人与众臣据理力争，才安葬于鲁侯墓地。但是，不许与先君排序，而是单立于侧，以示惩罚。提及此事，寡人仍痛心疾首。我知道，这太过分了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寡人想重振王室，重兴祖业，该怎么办？今观鲁国之政，礼乐征伐，实乃自大夫处，政在大夫而不在君王。大王若想兴邦，要从根本做起。先生，请。请吧，先生。请坐，先生。先生，请详细点讲。安内必先攘外。怎么攘外？欲其修好，以和为贵。那又怎么安内呢？民无二王，鲁却有三桓，这是国家所以不安定的根源。自古臣无藏甲，大夫无百尺之城。可季孙氏有裨益，叔孙氏有后裔，孟孙氏有成邑。这三都都驻有他们的军队，应毁掉三都，剿府兵之县，使其无力与大王分庭抗礼。讲得好，太好了。主公，鲁为周公之后，得先王仁政之血脉，在天下为先，其他各国皆不能比。就说齐国，固然强大，但离周道更远。我认为，齐一变才至于鲁，鲁一变则至于道。主公，
我们任重道远呐。其实，我觉得他做官不是为做官而做官，而是为了实现他的理想。对，如果他仅仅想做官，想爬到某个位置，那他必须得懂得权术，懂谋略，懂军事啊。谢谢啊。甚至还得会搞人际关系。就是不会他也得学，可这些他都不懂，也不学，却一根筋地奔他的大同世界去了。你想，他从一个小官吏一直到大司寇，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，升得这么快，会不会因为鲁定公急于想利用他？这是一定的。鲁定公想在3环之外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，甚至3环之中的孟夷子也想用自己的老师来对抗季孙一族的专权，是他们共同的合力促成了孔子的执政。但你要反过来说呢？孔子从中都宰做到大司寇，也没遭到3环的激烈反对啊。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孔子还是做得很出色的，有些政绩的。可是等到他连升3级之后，鲁定公命他摄领项事，那问题就出来了。哎你们看，子路哥，你们看，怎么了？这是先生啊，来，新颁发的法令。好，我看看。来，你们看，子路哥，你们看，怎么了？这是先生啊，来，新颁发的法令。好，我看看。来，大家都过来。怎么了？这是？1. 凡上市猪羊，一律按照市价买卖，禁止囤积居奇，也禁止讨价还价。哎，这怎么做买卖啊？买卖靠的就是价差嘛。就是。往下念，接着念。你们听着。2. 凡街道必须男女分道而行，禁止携手同途。先生连这事也要管呐？你接着往下念。3. 凡各国宾客来访，一律由当地官府亲自接待，好吃好喝，有接有送。这难道也是法令吗？这不是法令，这是什么呀？你写一个试试。我不会写，可是我看过很多法令，先生这法令确实有些不同。这就是先生的与众不同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说3道4，我不答应。答应，都得答应啊！不答应又该打人了。去。我想先生自有先生的道理。这几条看起来细碎，其实很不一般，因为法令越具体就越可行。我理解先生一定是想从小处做起，从人人都能做到的小事开始。若言行没有规范，连这3条都做不到，又怎么能谈理、谈天下之道呢？你听颜回说的，人家说的对。这干嘛呢？一律由当地官府接待，好吃好喝，有接有送。完了。管得倒挺细。什么猪啊、羊啊、男啊、女啊，走路啊、吃饭呐。大人，看来这孔丘似乎是个老实勤恳之人，不像是权术之辈。这我倒可以放心了。有这么个人，把鲁国的吃喝拉撒的日常琐事管起来，我这个正卿倒可以专心致志的
干自己想干的事。那是大人。大人，您喜欢的那几个跳舞的女孩子，我给您找来了。你真是我肚子里的虫子。快，快，都出来！上！走，快走！三环本是一家人，二位大人随意，尽情畅饮。来啊，来，好好好，啊，来倒上。这等小事也来找我，去跟他说。去找大司寇吧。诺。免礼。什么急事？请讲。齐国军队越过边境，在我西壁一带烧杀抢掠，3个村庄的百姓牲畜被抢劫一空。齐军撤没撤？已经撤了。哎，齐鲁两国明争暗斗几百年，始终是齐强鲁弱。这回只是掠夺百姓、牲畜，没侵占土地。先军奔齐时，齐乘机夺了我运邑；杨虎逃亡时，又带走了汶阳、归阴。我鲁国的地盘是越来越小了。齐军哪怕承袭一点齐桓公的王道，也不至于如此霸道。有良策吗？国与国之间靠武力征服，终不能长久。刀兵相向，冤冤相报，国将永无宁日。大司寇的意思是，齐国无道，鲁国有礼。礼？只有行先王之道，以礼服人，方能力挽狂澜于既倒，逆转礼崩乐坏之乱世。臣以为，鲁国可向齐国先行派出使节。这会盟之邀，鲁国使节还在外面候着，大王要召见他吗？不见。鲁军来我都不想见，何况一个小小的使节？诺。且慢，大王，这会盟之邀出自孔丘。孔丘，何人？大王见过，就是20年前险些赐他尼西之地，封他上卿之下的爵位。想起来了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那个人。鲁定公任命他为大司寇，摄领相事。啊，一晃20年了，他的年纪也不小了吧？臣听说他常聚集许多弟子讲学，是个老儒生。凡儒者，凡文儒节者多，简约务实者少，重礼仪德行，不重民生实务，善空谈，写虚文。而今列国争霸，若光谈什么礼仪道德，哪有我齐国这几10年的强盛？
幸亏当初没用它。这会盟之妖，毁了算了。有什么可会的？有的可会。哦，大王不妨再想想，也许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。这，李大人，对鲁国的善意，齐国不可以失礼。大王，燕相为齐相50年，是真正的3朝元老，他说的话多经验之谈，大王要多听取。当今天下讲的是力，力量的力，国力和兵力，而不是什么礼。什么是礼？礼是人定的。什么人定的？是有力夺天下之人所定的。就说这次齐鲁之盟吧，我倒觉得不必和那孔夫子讲什么礼仪德行，真刀真枪的干，才不失老天给我们的这次机会。什么机会？5步之内解决问题。大王，机会难得，望大王早做决断。就这么定了。赵使节。齐国提出会盟地点在甲骨，显然是不怀好意。这甲骨两边群山环抱，谁知道是不是有伏兵？齐国是虎狼之国，对我鲁国向来虎视眈眈，躲还来不及呢，你却往人嘴里送，不尽然。司马大人，齐鲁国君甲骨会盟，为的是两国以和平方式结交盟友，化剑为犁，和平相处，甚至永远修好。我深信司寇大人的诚意，假使齐军也像司寇大人一样，心怀诚意，仁德，以礼相待，这次会盟或会载入史册，也许会被后人传为佳话。假使是另一番景象，焉知史不会记，后人不会传？真是另一番景象，你只身前往，不必拉着主公垫背。你又焉知齐国不会扣押或刺杀主公，不会大开杀戒，进而大举进犯，占我都城吗？司寇大人，事关主公安危，国家社稷，你个人的生命也在其中，万望谨慎行事。我想司寇大人明白这一点。司寇大人如此坚决，必然有他的道理。谢司空大人。面对大司徒、大司马及诸位大夫的质询和责难，我仍然以为主公当如其谏曰，不可言而无信。司寇大人，难道为你的言而有信，就可以置鲁国的安危于不顾吗？不，倘若没有会盟，鲁国就没有危机吗？哼！齐军屡屡犯我疆土，有如在自家院外遛马，今天袭西鄙，明日扰东河，后天就有可能打到这里。司马大人言之凿凿，齐国是虎狼之国，对我鲁国一直虎视眈眈。可哪天齐国大军真打过来，鲁军奈何？身处乱世，天下无道，鲁国危矣，列国人人危矣。连年的杀戮、征战，使那些暴君把战争变成唯一的征服手段。那些乱臣贼子也用暴力来篡位夺权，甚至滥杀无辜。哪里还有信义？哪里还有秩序？哪里还有德行？哪里还有礼？你就按既定方案速速准备吧。请转告大王，大军已准备妥当，即刻向甲骨进发。啊，先生回来了。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都在这里？
先生，我们都在等您呢。先生，听说你要陪鲁军去和齐国会盟？你们听谁说的？鲁国上下都传遍了，是从季府里传出来的。是啊，说是先生拉着鲁军往虎口里送。你相信吗？我不信。我说嘛，这肯定是季府造的谣，先生也不会这么傻，这不明摆着去送死吗？不是啊，是啊，这盟还是要去会的。啊？您真要去啊？哎，你还是听先生讲讲他的道理吧。都坐下吧。你们听过舜和他的弟弟象的故事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舜的父亲叫瞽叟，娶了后母，生了一母弟弟象。象和后母总在瞽叟面前说舜的坏话。糊涂的瞽叟中了计，也来陷害自己的儿子。他们让舜爬上谷仓修屋顶，却在下面放火烧他；又让舜下井淘沙，他们往井里填石头。幸亏舜有妻子相助，2次都死里逃生。你们说，舜和象的这个仇大不大，深不深？但是舜不记仇，也不报复，他一直很善良地对待象和瞽叟，把他们当成自己至亲的亲人。最后，终于感化了他们。娘，哎，诗里有一首木瓜，说的就是人和人不能冤冤相报，而应该化干戈为玉帛的道理。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琚。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。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。是孔丘吗？是我，先生。你身后有7、8个弟子吧？8个。没一个带琴的。先生，孔丘有事来请先生帮忙的。我早听出来了，是很着急是吧？是。坐。都坐吧。大王，已经安排好了，已在禁卫军中挑选200精兵扮装司仪，另有3000弓箭手设伏，10万兵马最迟子夜出发，明日凌晨到达指定地点。寡人前日做梦，梦见一座高山，遥遥相望，上有金光万道，有先祖桓公旗帜高扬，车技浩荡。恭喜大王，这是一个吉兆，说明大王即将重振桓公大业，重新称霸于诸侯啊！寡人也在想，甲骨之盟在即，做这样的梦，
应该是有深意的。啊，可以预计，当那鲁国预识到我大军压境，我想他会位于威慑，做出有利于我齐国的承诺。臣甚至以为把那鲁国国君劫回我齐国，再趁他群龙无首之际派兵直捣国都，也不是不可能啊。大王，一切已经准备就绪，只要大王摔下九尊，将万箭俱发，大王就等你摔尊为号了。学生拜见先生。真巧，我和先生正……请问有什么事情啊？先生在大地上的一番演讲，让学生受益匪浅，但甲骨地形实为兵法中挂形之地，易进难出。为防万一，学生愿意为先生出兵相助。请进屋里谈吧。好，我和子路正准备去贵府洽谈。我想从孟府军中抽调200精兵，陪同主公前去甲骨。为何只需200？学生可以出更多。200人足矣，而且这200人要交给子路指挥和训练。若是孟孙大人为难……先生误会了，学生是在想，要不要派更多的军队前去保驾，同时也保证先生的安全。我的安全算什么？只要主公无恙，200人就行。就照先生说的办吧。好，学生这就派人。好了，拿过去吧。扶着点儿。先生来了。颜回啊，先生，做的怎么样了？先生，我们做成了。您看，不够好。翟王，把样品拿来。哎，看，不够光滑润泽，还是太粗糙了，要更精细一些。好，你看，跟这个比起来。先生，子贡，我已经找了裁缝，帮那些孩子们制作礼服。太好了。但是裁缝说一定要您去看看那些礼服的样式和布料。来，快带我去吧。好。你看，报，主公，申巨须和岳齐2位将军到了。快去请大司寇。诺。子路、子贡、颜回，先生，一个也没回来。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。先生别急，都没回来，未见得是坏事，这说明他们都在连夜忙碌，完成先生的差遣。要在这么短的时间找这么多人做这么多的事，也不容易呀。主公急召大司寇进宫。阎罗啊，快倒车！好。娘，外边这么冷，快回屋吧。这个鲁公，怎么总是深更半夜召你爹进宫呢？准是有重要的事情，您别太担心了，快进屋吧。这！
主公，免礼。这是申巨须和岳齐将军。司寇大人，申夜齐召2位将军前来，共商会盟所设防卫事宜。司寇大人有何考虑？臣听说，有文事者必有武备，有武事者必有文备，文武相兼，才能有备无患。古代诸侯出了国境，必须有官员和士兵跟从。那司寇大人，我们准备了2000骑兵、2万步兵，像这样部署。这是甲骨地图。不是去打仗，为什么要带这么多军队？按照周礼之制，会盟之时，双方所带军队只限于检阅所需，一般为数百人。先周时有专司礼仪的军队，不是征战，只出现在庆典和会盟的仪式上。现在鲁国哪有这样的军队啊？慢说鲁国，当下各国都找不出这样的军队。臣已请求司空大人从孟府军中抽调了200人，交给我的学生子路依礼训练。现在要紧的是依据周礼制定要演奏的曲目。两国国君相见，首先要演奏相之乐，歌队演唱鹿鸣、四母、煌煌者华。礼毕登堂，还要有歌者演唱丽鱼，声者独奏新宫，乐队齐奏四下。越是临近，寡人心中就越是不安。一旦生变，就会招来杀身之祸。三桓都劝阻寡人，寡人真是两头为难呐。既是如此，主公何必冒险赴约呢？不去就是了。不去，那不正给齐国造成一个会盟的口实？主公，臣明白了，准备好的军队一个都不少，全力护卫主公，请主公放心。吉时已到，齐鲁会盟现在开始。5乐齐备，请大王观赏。诺，诺。请齐国先出场。这是什么人呢？此乃来人歌舞，原是边民，十分凶悍。据说常常在舞蹈中要以杀人为祭，能赤手活虎，吸食人肝脑，以头骨为灯，以人友为膏。野蛮呐！站住！两军会盟，为的是睦邻友好。本当以诸侯之礼相见，为何以匹夫之心而不敬？为何以武力相威胁？请问居心何在？请退夷狄之伍。
孔相一向以礼仪为重，但你刚才登坛的举止，可不符合礼仪呀。礼仪是用来对待以诚相待的君子，可堂堂齐国国君，竟用野蛮的夷人破坏会盟，以武力逼迫友好，以暴力践踏和平。这想必并非齐军本意。何况，今天这里发生的一切，世人有目共睹。身为一国之君，若丧失礼仪，伤害德行，也不能不虑事后的名声吧。夷狄之武，寡人可平退，但阅兵之礼，恐怕是不可免除的。行阅兵之礼。下面该轮到鲁军了。鲁军行阅兵之礼。什么意思？是嘲弄寡人吗？不然，齐鲁两国虽非骨肉之亲，却为生死之交。鲁之先祖周公和齐之先祖姜太公，都是周武王平定天下的功臣。周成王特命其歃血誓盟，要古贡周氏，贾府先王，世世子孙无相害。这一誓言被书写在册，至今藏于周氏。今日齐鲁会盟，我鲁国出动无兵之师，就是以最诚挚的敬意，来体现周王和齐鲁两国先祖的遗愿，
表达我们的和平之意、修好之心。请齐王观赏乐舞，请。大王，他们分明是表示不屑，是对我们的侮辱。齐鲁两国既然愿意修好，就该以兄弟之礼相待。兄弟之间岂有刀兵相对的？大王，迟疑误国，请大王决断。齐愿与鲁结盟，永世为好。永世为好。齐鲁结盟，欲齐师出境，鲁必以甲车300乘从行。齐鲁结盟，请归还我鲁国运邑、汶阳、归阴等地，以示诚意。诺，诺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今天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不摔酒樽呢？是不是大王动了恻隐之心呢？他行的是君子之道，你们却总教我夷狄之道。小心点儿，慢点，别烫着。放心吧，师娘。娘，好了吗？哎，我爹快到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去把那个大鱼盘拿来。好嘞。
先生不是说君子祸之不惧，福之不喜吗？原来也有喜形于色的时候啊！哎，今天不仅鲁郡安然无恙，齐国还答应归还我师弟，我不高兴合乎常理吗？齐军撤退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他们带来了10万人马。看来他们是想生擒鲁军，不止于此，他们是来发动战争，说不定还想吞并鲁国呢。今天的事情昭告了天下，礼征服了暴力，战争可以休矣。我鲁国仍为礼仪之邦，鲁国的未来大有希望。对，是啊。颜回，啊，你记上，事业师徒摆宴同庆。好。哎，那先生怎么知道我们已经摆好宴席了？有好酒，有肉酱，最好还有一条很大的鱼。我去换装了。好，走走走。你们先去吧。子贡，啊，子贡，刚才先生说战争可以休矣，下面呢？我鲁国仍为礼仪之邦，鲁国的未来大有希望。哎呀，看来我的宝押对了，我孟府和鲁国的未来大有希望啊！先生这是出奇制胜，有勇有谋，临危不乱，让所有人刮目相看呐！我原先最怕先生太叔生气，现在看来我低估了先生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提醒先生，趁着甲骨会盟大胜的势头，提高声望，巩固地位。那如何去巩固地位呢？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若是我，就会注意安抚那些一开始不同意我的人，低调示好，广为结交，避免落下居功自傲的口实。怎么可能呢？先生是那么单纯的人，怎么可能居功自傲呢？这是你这么想，别人可不这么想。除了你我，只要是没有落下功劳的人，都有可能。是孔丘吗？弟子们都来了。先生，早就听说喜讯了，我一直在想，孔丘什么时候带美酒来酬谢老夫呢？弟子们早就备好了。他们说这第一杯酒该敬我，我说放肆，跟我学了这么多年礼还不懂？哎，弟子们都傻了。还是子贡脑子快，说先生还有先生呢。